大家好，我是菜菜。Hello。我是一个贵州人啊，就我们贵州人真的特别喜欢吃火锅，就夏天再热也要吃火锅。就吃着吃着吧，发现周围男人的上衣开始消失了。这火锅不光辣嘴巴，还辣眼睛。桌上的肉越来越少，凳子上的越来越多。有时候我都后怕了，旁边男人的灰背心去哪了？刚刚吃的真的是毛肚吗？我有点慌，因为我不知道背心要烫几秒。但我好羡慕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坦荡啊，因为我就是稍微露出一点内衣肩带都会非常的尴尬，而且肩带这东西吧，它很不争气，就每次我越紧张的时候，它越要往下滑。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，开会的时候，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掉带子。而且甚至有一次我的肩带它都不是往下滑，它是那个钩子太松了嘛，就直接掉到了地上。那是一根白色的细肩带，我当时正在和客户开会，太尴尬了，我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结果旁边的男同事悄悄地凑过来提醒我：“你的充电线掉了。”然后我刚松一口气，他就弯腰去给我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希望一个男人别绅士，也别近视。但他捡起来凑近一看，手一抖，又给我扔了。我就感觉这个充电线它漏电了。我就一直不明白，就一件内衣100-200嘛，动不动就100-200，为什么会连肩带都固定不了呢？直到最近啊，就是我开始频繁的讲这个段子嘛，然后大数据它就开始给我推了一种产品，叫内衣肩带固定带。你们听听这个名字，就感觉它是一个绕口令。内衣肩带固定带，大妹帮小妹挑小麦。一些奇怪的喜剧技巧。但是我就怀疑嘛，会不会是肩带下滑了，所以说固定带的那个销量才会上去啊？因为不然内衣肩带露出来有什么好尴尬的呢？是因为会让人联想到胸吗？但胸不是很常见吗？胸是什么？胸是炒鸡蛋。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不是你喜欢的吗？我明白。对不起。但我发现吧，就是如果你不尴尬，你就不需要花钱去解决这个尴尬。就比如说我有个健身的男生朋友啊，他夏天就只穿一种衣服，就是那种非常性感的健身背心，那个腋下特别大，都垮到胯了。我这个朋友，我身高刚好到他胸口嘛，然后夏天风特别大的时候，我走在他旁边啊，经常就能够感受到从他的背心吹出来的穿堂风。那个风一过，我就能看到他的胸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俩在一个路口等红绿灯嘛，我在他左边，他的右边正好站了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生，一阵穿堂风吹过，我俩的视线就交汇了。我当时女生都懵了，噗的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个男生看我俩笑了，他也懵了，他就问我：“你们认识啊？”我说：“也不认识，就是看对眼了，一眼看到头了。”但他一点都不尴尬，他从来没有想说他要不要买个胸贴贴一下，反而过了一会儿他就跑到我的面前抖了一下他的胸肌，说他今天练了1小时都要炸了。我真的觉得他好夸张啊，就胸肌如果会爆炸，他坐飞机过安检是要被拆除的呀。就安检口得放2个箱子，一个放打火机，一个放胸肌。但我还是很羡慕，因为我觉得男生他身材很好，他可以穿性感背心，但如果他身材像弥勒佛，他也穿性感背心。女生就完全相反，你比如说淘宝上最畅销的2款内衣，一款是小胸显大，另一款是大胸显小。
对吧？而且这种内衣其实都很难穿，所以说我们女生就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内衣嘛。然后我就发现啊，我的室友她的变化非常的大，就她甚至可以做到早 C 晚 A。就包括我自己啊，就是我以前就是为了把胸型调整的好看，我还会穿那种聚拢型的内衣、提拉型的内衣，调来调去确实调成功了啊，就成功的把我的胸型调整成了讨好型。然后我是 C 嘛，我说的是我的脱口秀水平。然后就是我之前就是为了对抗地心引力，我甚至会去穿那种特别紧的钢圈内衣。然后我有一次去做乳腺检查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就跟我说，这种内衣它会压迫你的身体，然后就是会增加得乳腺结节的风险。我知道对男生来说信息有点太多了啊，就会增加的这个风险。但是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直接跟我说，他是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穿的这什么东西？当时给我问懵了。我就回答了一句我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的想要尖叫的话，我说啊，不好看吗？当时那个医生看我的眼神啊，就感觉这个钢圈它压迫的是我的脑子。但其实唯一一个被钢圈压迫过脑子的是孙悟空。就你们想象一下，孙悟空如果是个女的，那个金箍就会变成2个。做成钢圈内衣戴在他的胸前，齐天大圣的秘密。然后就会和他的那个豹纹小皮裙就更配了。可以。然后他每一次大喊妖精，是俺老孙一棒，然后他一举起金箍，肩带就掉下来了。然后妖精就会说你才是小妖精。但是我就想说，就胸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，对吧？其实就每个人都有嘛，男的也有，也分大小，就是他们不穿内衣，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胸围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就是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们对待胸的态度更坦然呢？我想是，如果说用它分类行不行？就比如说节目组的赛制用胸围来分组，这才是真正的突围赛。但这样目测的话，我就会和毛豆分在一组。但我最后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不行，我们不能用身体来定义人，对吧？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就害怕我们就看不到男人的才华，就只能看到他们的胸了。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开心。赢了！菜菜，锁票通道开启。谢谢。菜菜为什么这次选择了这个题目？我从小到大就是会受到这种困扰，就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，我和我一个关系很好的男生朋友聊天嘛，然后聊着，就是我跺了一下脚，我就发现他的视线就变成一个逗猫棒。所以说我就挺想聊的，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就是说破嘛，我觉得是真正困扰我的东西，所以就想说一下。真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一块真的很不平尽快。哎，大老师那个梗是我们和编剧讨论的，是送给你的。谢谢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这是我的礼物吗？我的生日还没到呢。好喜欢啊！谢谢。我的感受啊，就是因为女生会有身材焦虑嘛，小胸要变大，大胸要变小，然后要穿这个钢圈的内衣，然后她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的这段话，我觉得他是反打回来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说辞。这个钢圈压迫的其实不是你的胸，是你的脑子。我觉得这个点打得特别的有力量。谢谢老师。当然，它本身笑点够密，那些好像听起来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其实也是你才是小妖精，也是非常想要拍灯的点。仔细想是很有条理的。我想多说一句，因为我前几天跟一个女嘉宾在对谈的时候，
他就讲他小时候，他打篮球的时候，他说每一次投球会有很多男孩在篮下等着他投球，因为他的那个身材比女孩可能发育要早一些。他说他就为了很怕到篮前被人看，他就离得远远的投篮。他居然就练出了一份很过硬的那个3分投篮的技术。哦，就你问所有女孩，如果个儿特别高，她成长期间一定是含胸的，就是你很难特别坦然的。然后你再想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，因为内衣很花钱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特别舒服的、合身的、得体的内衣，它其实从小到大我们是要花很多钱的。我是觉得脱口秀舞台上女孩们特别可爱，就是她们讲的题材非常的广泛，而且很敢讲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讲女性的内衣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被解放的感觉。我为什么会选毛？我是觉得幽默它就是要带一些讽刺的，那个刺它就是会有一些尖锐的东西。我觉得舞台是盾，然后脱口秀是矛，然后它能保证我在这个舞台讲话的时候不被打断和不被打。菜菜的表演结束之后，吴鼎回到现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吴鼎和菜菜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们的得票情况。非常好的成绩，272票，恭喜菜菜进入到下一赛段。恭喜毛组新加入了成员。终于有一个人了，这是，请坐，请坐。